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遭侵权，多方被法院强制21万。近日，娱乐圈内一起备受瞩目的侵权案件尘埃落定，知名女星赵丽颖在人格权纠纷案中胜诉。广州市今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陈某以及林某等多方被告因侵权行为被法院强制执行赔偿总计21万余元。此案件不仅彰显了法律对公众人物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网络侵权、明星权益保护等话题的广泛关注。据悉，该起侵权案件的核心在于广州市今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陈某及林某在未经赵丽颖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其肖像及姓名进行商业宣传，严重侵犯了赵丽颖的人格权。赵丽颖作为公众人物，其肖像和姓名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都可能对其形象和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赵丽颖方面在发现侵权行为后，迅速采取了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法院最终判决林某赔偿赵丽颖经济损失20万元，广州市今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某则在2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此外，林某和陈某还需连带赔偿赵丽颖因维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1.3万余元，广州市今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其中的666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判决结果不仅是对赵丽颖个人权益的有力维护，更是对整个娱乐圈公众人物合法权益保护的一次重要宣示。回顾整个案件过程，赵丽颖的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发现侵权行为后，她首先通过工作室发布声明，严正警告侵权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保留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然而，面对侵权方的无视和继续侵权，赵丽颖不得不选择走上法律途径。在律师团队的协助下，她完成了阶段性取证及证据公证，并向相关网络平台申请披露侵权用户的实名身份信息，为后续的法律诉讼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诉讼过程中，赵丽颖方面积极应对，提供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侵权方的行为确实存在且造成了严重损害。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赵丽颖作为公众人物的特殊身份和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害，最终做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为赵丽颖个人赢得了正义，也为整个娱乐圈的公众人物树立了一个积极的维权榜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赵丽颖首次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在此之前，她也曾多次起诉网络黑粉，申请强制执行道歉和赔偿。这些行为不仅体现了赵丽颖对个人权益的坚决维护，也反映了她作为公众人物对于网络环境的积极关注和净化。她深知，作为娱乐圈的一份子，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她始终秉持着正直、勇敢的态度，积极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此次侵权案件的胜诉，对于赵丽颖来说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胜利。然而，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这更是一次深刻的警示。他提醒所有从业者，无论是明星还是商家，都必须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姓名等个人信息进行商业宣传。同时，他也呼吁广大网友和网络平台要积极参与到网络环境的净化和维护中来，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和谐的网络空间。此外，该案件还引发了人们对于明星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随着娱乐圈的不断发展壮大，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凸显。然而，与此同时，明星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侵权风险和挑战。如何更好地保护明星的合法权益，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对此，有专家建议，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明确界定侵权行为的范围和法律责任，同时也应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此外，还应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对于明星权益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在此次案件中，赵丽颖的维权行为也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和赞誉。他们认为，赵丽颖作为公众人物，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整个娱乐圈和社会的一种积极示范。同时，他们也希望更多的明星能够像赵丽颖一样，积极面对侵权问题，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赵丽颖这样的公众人物能够勇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期待看到社会各界能够更加关注和重视明星权益保护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环境中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最后，我们也希望广州市今日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陈某以及林某等侵权方能够深刻吸取教训，认真履行法院判决，积极赔偿赵丽颖的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遵守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共同维护一个公平、公正、诚信的市场环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未来的商业活动中赢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实现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发展。2. 从赵丽颖人格权纠纷案一案分析如何依法维护人格权。赵丽颖人格权纠纷案中，法院对侵权方强制执行21万元赔偿，体现了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力度。该案件为公众人物及普通公民依法维权提供了参考。以下从法律依据、维权路径及实践要点等方面分析如何依法维护人格权。1. 我国人格权保护的法律依据。民法典核心条款第990条明确人格权涵盖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并设立一般人格权兜底条款。第995条规定人格权受侵害时可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第1024、1033条细化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具体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的规定》等文件，明确网络环境下的侵权责任划分，例如通知删除规则。2. 依法维权的主要路径。固定证据，维权的核心前提。电子证据，截取网页、保存聊天记录、录屏等，需通过公证或区块链存证，如权利卫士 APP 增强证明力。侵权影响评估，收集点击量、转发量、媒体报道等数据，量化损害后果。司法救济程序，非诉手段，向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删除侵权内容。民法典第1195条。通过律师函警告侵权方停止行为并赔偿。提起诉讼，管辖法院可选择被告住所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如原告常住地法院起诉，降低维权成本。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如删除文章、下架侵权商品。消除影响公开道歉声明需法院审核内容。
赔偿损失包括实际损失与精神损害赔偿。强制执行，若侵权方拒不履行判决，可申请法院查封财产，限制高消费，如赵丽颖案中强制执行21万元。3、实践难点与应对策略。网络匿名侵权追责，通过诉讼要求平台提供侵权者实名信息。网络安全法第24条再追加实际侵权人为被告。赔偿金额认定，法院通常综合考量侵权主观恶意、传播范围、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程度等因素。如一人案件中，可提交商业合作解约证明、代言费损失等证据。跨境维权，对境外平台侵权行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涉外管辖规则，在国内起诉平台在华分支机构或实际受益人。4、人格权保护的社会意义。遏制网络暴力，通过高额赔偿判决，如近年多起网暴案判赔超50万元，形成司法震慑。平衡言论自由与权利保护，明确批评与侮辱的界限，如对公众人物的监督需基于事实，不得捏造诽谤。5、普通人的维权建议。事前防范，在社交媒体设置隐私权限，避免敏感信息泄露。快速反应，发现侵权后立即存证，避免证据灭失。善用调解机制，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渠道低成本解决纠纷。赵丽颖案的强制执行彰显了法律对人格权的刚性保护。公民维权时需注重证据留痕，灵活运用法律工具，同时社会应加强人格权教育，从源头减少侵权行为。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均可通过上述路径，捍卫自身人格尊严与社会评价。